我对着冷白皮8块腹肌的擦边男主播天天喊老公，然后发现他就是天天和我吵架的毒舌邻居。他慢条斯理读着我的评论，你这样的大好青年就是要被我祸害的。老公，想做，笨，要做哪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周末，我再次被楼上的噪声吵醒，笛声如同催命符一般钻进我的脑子里，一下子就把我梦里冷白皮8块腹肌的大帅哥给戳破了。我眼都没抬，摸起手机就是一通熟悉的问候。大周末的，你能不能别再制造噪声了？再吹我告你扰民，信不信？楼上的笛子声消停了。很快，我的微信就收到了几条消息。202住户，首先，现在是中午11点。202住户，其次，我是在吹笛子，不是制造噪声。202住户，最后，昼间超过55分贝才叫扰民。麻烦你有一些生活常识。他发来了一张音量测试仪的照片，显示45分贝。我气得困意全无，拿起手机开始输出。就你这还叫吹笛子？我家6岁的小侄子都比你吹得好听。我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别出来祸害人？看你这气虚不足的样子，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身体吧，哪天要是真吹过去了，还得我给你叫救护车。202住户，多谢关心。202住户，记得把你放在楼道里的垃圾扔了。比起我的笛子声，你的垃圾显然更扰民。上次那渣男送来的礼物被我拒收，放楼道里忘扔了，又被202那人抓住了把柄。我和他对线小半年，居然从来没赢过，简直是奇耻大辱。铃声响起，是我妈打来了电话。我妈要我必须过年带男朋友回家，不然就别想进家门了。我震惊，妈，您怎么忽然变封建大家长了？转性了？还不是因为姚家那小王八蛋，他今年要带女朋友回来，所以你也不能落队，得给咱们家争光。我妈越说越气，提起我这前男友，她比我都情绪激动，势必不能让我在前男友面前矮了一头。我的气也上来了，您瞧着吧，我肯定带个帅的惊天动地的男朋友回去。挂掉电话，我沉思，这男朋友上哪儿找去？我愁眉苦脸，他拉着运动鞋，穿着毛绒小熊睡衣去扔垃圾，迎面就撞上了我最不想撞上的人。对面的人一身灰色运动衫，戴着耳机，青春帅气的和我格格不入。202邻居挑了下眉，开口依旧欠揍，您这穿搭真是别有新意啊，今天可算舍得扔垃圾了，我还以为你准备过年供着他烧香呢。我忍住了把钥匙扔他脸上的冲动，耐心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202这人除了这张嘴气人，其他各方面居然看着都挺不错，眼是桃花眼，薄唇挺鼻，个高腿长，难怪之前搬到我们这儿的时候还被当成过明星。我笑眯眯的，帮我个忙呗。202不自觉往后退了半步，你想干嘛？你今年是不是不回家过年啊？怎么了？要不要接个活？日薪1000，姚之礼绝对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污点。我家和姚家是世交，父辈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姚之礼的爸爸姚谦比我爸要高2级，从幼儿园起，我和姚之礼就在一起，青梅竹马。所有人，包括长辈们都觉得我们这对小情侣会迈入婚姻的殿堂。但变故发生在我17岁那年，我和姚之礼都上高3。姚之礼深情地跟我说想和上同一所大学，
让我跟他一起报考 S 大。我是年级第一，他常年第二。以我的成绩要去国内哪所学校都可以。为了我们的未来，我决定和他一样报考 S 大。录取通知书出来后，我兴高采烈地去找姚之礼，却发现他已经出国了。原来我们学校今年有一个公派留学的名额，会保送成绩最好的学生到国外某知名大学。姚之礼家因为信息差知道了这件事情，便想尽方法想给他搞到这个名额。面前的障碍自然是我。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之后，去姚家大骂了一顿，单位里也传开了姚家这些事儿，但毕竟姚父职极高，对他也什么影响。姚之礼打电话跟我说，珍珍，这不怪我啊，报考 S 大的志愿是你自己填的，又不是我按着你的手填的，我只是临时改变主意了而已。几个月后，我入学 S 大，看到高中同学偷偷转给我的照片，照片上姚之礼在国外学校笑得灿烂，身边一个漂亮清纯的女生吻上他的脸颊，金童玉女，羡煞旁人。我认出来了，那是隔壁学校的校花，家里很有钱，一直苦追姚之礼。姚之礼在我面前一直表现出不堪其扰的样子，经常跟我吐槽他。我不喜欢他在背后讲别人坏话，制止他，他还生气。没想到姚之礼还真是个好演员，看那两人的亲密程度，估计早就在一起了。我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之后他几次追到我家门口想复合，都被我赶了出来。我的话说完后，202很诡异地看了我一眼，他说，我不卖身的，我想雇你演我男朋友跟我回家，只需要5天，吃穿住行我包。他在犹豫，我咬咬牙说，最多1500，不能再多了。我上次听到你在小区门口打电话了，你说你不回家，要留守在这儿的。202笑了笑，没想到你还喜欢跟踪我，我那是不小心。好，他的笑容顿时消失，一口价2000，你趁火打劫啊？那就另请高明吧。哎，别，我连忙拽过他的胳膊，2000就2000。和他商量好回家过年的时间和细节后，我忽然想起来我还不知道他叫啥。那个，请问我的男朋友，你叫什么？谢魏，名字还挺好听的。我伸出手，我叫傅若珍，你可以叫我珍珍，听着亲切点。我带着谢魏回了家，临进门却怵了。虽然和谢魏吵了小半年，但我俩毕竟还是个陌生人。为了个渣男花了1万多，专门找人来演我男朋友，我都不知道我的脑子是进了什么水。谢魏倒是很自然，他挽过我的手，说，放松点，回你自己家，你怎么跟做贼似的？你的嘴能少发挥点吗？我现在是你金主，懂不懂？和谢魏互对了几句后，我反而不那么紧张了。一会儿见到我爸妈，不该说的可千万别说，他们问你什么就照我跟你说的就行。是，金主。谢魏伸手过来给我拢了下围巾，像无数个普通的情侣一样。他比我高许多，低着头看我的时候，嘴角含着笑意，模样好看的我都快忘了他那张嘴有多气人。我显然低估了谢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水平。他拎着大包小包到了我家，举止得体，谈吐文雅，把我爸妈都给吊成翘嘴了。饭后，我爸拉着谢魏下象棋，我妈拉我进厨房，嘴角止不住的笑。珍珍，这孩子长得可真俊啊，跟大明星似的，
脾气也好，还会说话。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带回家给我瞧瞧呢？我心想，它贵啊，1天2000，能不好好表现吗？谢卫还挺懂得处世哲学，和我爸的棋局1胜1负，最后平局。我爸拍着谢卫的肩膀，简直像是遇到了忘年交。小谢啊，咱们再来一盘。我妈把我爸拽走，来什么来，该睡了。他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抱着被褥喊谢卫，你今天在客房睡吧，我来帮你铺被褥。谢卫乖乖跟我在身后，和我爸妈道了晚安，关上门，我把4件套往床上一丢，铺床。谢卫笑了，你就这么对客人啊？你这人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难不成还要金主给你铺床？我白他一眼，躺在旁边的靠椅上玩起了手机。谢卫唉声叹气的拿起被罩床笠开始整理，打开我最常用的视频软件，我迫不及待地点进了松下枫的主页。这是我最爱的睡前视频。屏幕上，青年解开了衬衫第3颗扣子，隐约可见轮廓分明的腹肌形状。他的手修长白皙，骨节分明，慢慢往下滑。我咽了下口水，忽然听到耳边悠悠传来了一句，爱看。我挡住手机，当然爱看，谁不爱看身材好嘴又甜的帅哥啊？难不成都跟谢卫一样，嘴又冷又硬？谢卫，你看我不就行了？你可真大言不惭。我冷哼道，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你和人家到底有哪点儿？话说到一半，被我咽下去了。谢卫大大方方地撩开了衬衣下摆，8块腹肌，块垒分明，还是冷白皮，我眼睛都看直了。半晌，问，能摸吗？谢卫嗤笑，瞧你这点出息，一下200，来。我摸了1000块钱的额度，实在舍不得再下手了，眼巴巴地问他，我再存600块钱的行不？下个月发了工资给你，当我花呗呢？谢卫把衣服放下来，轻哼一声，说，不行，除非什么？除非你陪我一起睡，我晚上睡觉怕黑。他理直气壮。我睁大眼睛，你那么大人了，好意思说自己怕黑？陪我一晚吗？我肯定不做什么。谢卫居然有点撒娇的意思，他眼眸漆黑，还湿漉漉的，这皮囊太好看，我有点抵抗不住，赶紧掐了一把自己的虎口。我义正辞严地拒绝，听强军战歌睡觉就不怕黑了。乖，我还要去看松下枫的新动态呢，你先自个儿玩吧。我冷酷转身，脚下生风地钻回我自己房间，迫不及待地点进松下枫的主页。身量修长高大的青年正在夜风中走着，声音用得变声气，但依旧掩不住语气的温柔体贴。我听见松下枫说的第1个字，就心猿意马了。听听人家网络男菩萨这声音，看看这走起路来的气度，多么优雅绅士啊！再看看谢卫，他那张嘴能把人气死，难怪到现在都找不到女朋友。我咧着嘴看松下枫的视频，没想到他下一句话就让我的心凉到了谷底。松下枫，今年陪女朋友回家过年，可能不会及时更新视频了，请大家见谅。女朋友，原来松下枫有女朋友了啊，之前从来没听他提起过。虽然我天天点赞月月打赏，从不错过任何在他视频底下说骚话的机会，但我其实也没真的想过和他有什么，毕竟隔着屏幕，像他这样的100万粉当红博主，什么美女没见过，而且这种擦边博主大多玩的野花，我不想招惹。可是他有女朋友了，
看别人家男朋友擦边不太好吧？我仅有的道德心在这一刻坍塌殆尽，还是没舍得取关。毕竟我是真的习惯了看着松下枫那漂亮的犹如大理石雕塑的身材入睡。我从满足并贪婪地看着松下枫的8块腹肌入睡，变成了幽怨且失望地看着8块腹肌入睡。忽然有点后悔没去陪谢魏了。第二天我是被我妈喊醒的，昨晚看得太入迷，忘记把手机黑屏。我妈一进门就看到我手机里对着椅子坐下，慢慢咬下黑色皮质手套的青年，做贼似的关上了门。人家小谢还在呢，你就看这种也不注意点。妈，你放心，他不管我的。我迷迷糊糊说，那也不行，这男的穿那么少，肯定不安分，以后少看。我简单洗漱后走到客厅，发现谢魏早就醒了，正坐在沙发陪我爸看早间新闻。早啊，真真。他的声音温柔低沉，尾调带一点点哑，有点黏人缱绻的感觉。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彻底醒了。谢魏这是吃错药了，他这声音乍一听和松下枫还有点像，再一看见鬼了，他打扮的和松下枫昨晚视频的穿搭基本一样，要是不知道的人看，估计就要以为这是同一个人了。我急匆匆地冲向谢魏，谢魏仰着头一脸期待地看着我，我拽住他的衣领，在他耳边用只有我们俩听到的声音咬牙切齿道，学人精，不许你学我男神啊啊啊啊！谢魏6一起吃过早饭，我才知道谢魏起得早，已经陪我爸去小区里打过一轮太极拳了。我爸把他夸得跟花似的，显然是在同龄人面前长了不少面子。看在他把我爸妈都哄得开心的份上，我悄悄跟谢魏说，给你加500奖金，那么大方，不止这点事儿吧？聪明。我夸他，一会儿我有个同学聚会，跟我一起去，我给你写好了你的人设文档，你就按照那个说就行了，表现好了再加500。谢魏深深叹气，赚你一点钱可真不容易，你要是资本家，肯定是最会压迫员工的那一批。我俩头挨着头，离得极近，我都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洒在我皮肤上的温热。听到我爸妈悄悄离开的脚步声，心砰砰跳得很快。都怪谢魏装那么真，难不成是学表演的？同学聚会的地方是姚之礼和我们高中时候的班长一起定的，他俩如今一个是外企高管，一个是体制内干部，算是我们那届同学里混得最好的。我为了今天特意化了个淡妆，踩着高跟鞋出门。谢魏扶着我，语气酸溜溜的，去见前男友有必要那么隆重？你不说你早就不在意他了。那不一样，我得让他看到我，就得想起自己眼瞎心烂的那些日子，让他难受的不行我才舒服。哪里需要那么麻烦？我往那儿一站，不就是最给你加分的了吗？我白了他一眼，少贫嘴。虽然说他跟个男模似的，长得不是一般的好看，但这种时候显然也不是只看脸的时候。以前的同学们表面热络，实则都在攀比年薪待遇。姚之礼身边靠着一个气质优雅的棕发美女，正举着酒杯和大家谈笑。我一进来，全场的气氛冷了一瞬，所有人都知道我和姚之礼分得难看，偷偷打量着他和我，目光落在谢魏身上时都惊艳了。我今天特意按照松下枫的风格给谢魏打扮的，还特意给他带了条和我配套的银项链，可以很有信心的保证，他往这一站就能迷死一大片。女同学们惊讶地说，真真，
这是你男朋友吗？天哪，这也太帅了，比明星都帅，他好高啊，得有185以上吧。姚之礼的脸色不太好看，他走在我面前，眼神和以前一样焦着，是我看了就恶心的深情。真真，这是你男朋友吗？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谢魏走到我身前，先一步伸出了手，他态度温和，眉眼间却带着不可抵挡的锋芒。你好，我是真真的未婚夫，谢魏，久仰大名，请多关照。姚之礼的脸色更难看了，众人静寂，我差点没忍住惊讶，未婚夫，谢魏这怎么忽然给我超级加码了？谢魏笑着低下头，搂紧了我的腰，他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丝绒方盒，里面是一枚分量不小的蓝宝石戒指。谢魏把戒指戴在了我手上，声音如蛊惑一般，出门那么急，戒指都忘记戴了，还好我帮你带来了。女同学们羡慕地看着我手上的戒指，轮番来看。谢魏在男人堆里悠然自得，我却如芒在背。终于找到个空隙，拉谢魏出门，借口说是催菜。我长舒一口气，把戒指丢给谢魏，快拿走，我都吓死了。怕什么？谢魏不解，怕被看出来啊。我压低声音，哪儿买的？看着那么真，玻璃的吧？聚会聊天，少不了就得问问彼此境遇。学生时代最出风头的班草祈月说晚半小时才能到，于是我和谢魏、姚之礼情侣4人就成了焦点。人嘛，都有八卦心理，都想看看新欢旧爱能碰撞出什么火花。姚之礼身边的美人儿大方地朝我伸出手，你好，我叫林毅，和之礼是大学同学，毕业后我就跟他一起回国了。我同情了隔壁学校校花几秒。姚之礼这几年身边人没断过，当初他和校花分开时闹得沸沸扬扬，原因好像就是脚踏两条船。林毅喜欢抬着下巴看人，和姚之礼绝配，几句话里就不经意透露了他是国外藤校出身，前途无量。他说等过完年和姚之礼完婚后，就一边当阔太太一边读博。大家如果想跳槽的话，可以给之礼投一下简历，我们肯定会优先看的。一行人臭味相投，先是品评了一番酒店服务员的身材相貌，又大谈给领导送礼的学问，美其名曰人情世故。我和谢魏自然就成了插不上嘴的闲散人员，谢魏倒是毫不在意，致力于往我嘴里喂甜点，扮演好了一个合格又温柔的未婚夫。姚之礼似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选择没错，看了眼角落吃得正香的我俩，端着酒杯过来，他故意问，真真，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听你妈说你好像是自由职业，能交社保吗？我在心里冷笑，装什么呢？他不早就打听好了我是做什么的，就等着同学聚会的时候安利讽刺我一下呢。我咽下一口蛋糕，说，不劳你费心，我自己能养活自己了。谢魏拿纸巾给我擦了擦嘴角，他脸上仍挂着笑，但眸色冷了一些。姚之礼的话头又转向谢魏，那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啊？长那么帅，一看就不靠谱吧，哈哈哈。他用调笑的语气，一旦对方恼了，就能说别人开不起玩笑，一旦对方忍下去，那又碎了他的意。谢魏说，我和真真一样，自由职业，能养活自己，也能养活真真。林毅追问，那是做什么的啊？我则一声，挽起谢魏的手臂，查户口呢。够了啊，其他同学也来打圆场，说只是来聚会，没必要问那么多。
眼见这个话题就要转过去，谢卫却忽然一本正经地说，我在小区附近租了块地方，搞废品回收，平时也会去做义工，在网上找人组织一些活动什么的。全场寂静了，我瞪大了眼睛，他怎么不按照我教他的来说？静默之后，林毅和姚之礼的表情变化得很好看，满满的都是对我的幸灾乐祸。喜欢捧姚之礼的那几个更是说，真真，你男朋友这工作不太行啊。是啊，要不今天就趁着姚总在这儿，帮你男朋友介绍个工作吧，他长得还不错，去姚总公司当保安也行，待遇挺好，这也能算工作，还好意思说出来。我的气一下子上来了。我平时和谢卫互对可以，但别人说他不行。我正要上前，被谢卫轻轻拉住，就听到谢卫慢悠悠说道，怎么瞧不起做废品回收的啊？那么多体力劳动者辛辛苦苦用自己的力气吃饭，拿的钱光明正大，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那你觉得好，你继续做呗。当然要继续做了，不然怎么回收某些社会垃圾，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做贡献呢？你说谁垃圾呢？我说的是我废品回收站里的垃圾啊。谢卫表情无辜，怎么？难道有人觉得我在说别的吗？你扑哧一声，我没忍住笑出声。不得不说，谢卫这张嘴在对别人的时候还挺爽的。我拉着谢卫装和善，好啦，继续吃饭吧。谢卫不满，我还没开始发挥呢。早就看不惯姚之礼他们炫富的一些人，都乐得见姚之礼吃瘪。班长也出来打圆场，大过年的，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多大点事儿啊。姚之礼脸色铁青，真真，你知道吧，这里是市里最好的餐厅，人均2000，你想说什么直白点。他傲慢地说，你们要是觉得经济上负担不起的话，现在说句好听的，我就能帮你们结账，反正大家同学一场，有什么困难就说嘛。我挑眉一笑，真的，冤大头不宰白不宰，等宰了他，我再和他算账。门口忽然一阵喧闹，班草齐月风尘仆仆地推开门，不停抱怨，这大过年的到处都在堵车。我刚被导师压榨着做完项目，赶紧就来了，没想到还是晚了。他是许多同班女生暗恋的男神，众人的目光瞬间都汇聚到他身上。离他近的女同学赶紧帮他拎过包，几个人嘘寒问暖，不晚不晚，快坐吧。对啊，你不来，咱们吃着都没意思。齐月谈笑风生，在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像是凝固住了一样，眼神直勾勾的。姚之礼语气很酸，他这是看你呢，真真，多年过去，魅力不减啊。上学的时候，齐月曾经追求过我，被我拒绝了。我没理他，看向谢卫，认识。谢卫不置可否。下一秒，齐月几乎是飞奔一般到了谢卫面前，弯腰伸手，眼神诚挚。谢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您还记得我吗？我是小齐啊。谢老师。林毅愣了，他不说他搞废品回收的吗？齐月的五官皱成一团，你说什么呢？这是我们学校化学系的副教授啊。所有人都知道齐月在替大读博，此话一出，都震惊地看向我们。副教授，他看起来还没30吧？天哪，咱们班当初都没一个考上替大的，这得是搞出了什么成果，才能那么年轻评上副教授啊？所有人的眼神一下子变了，只有谢卫淡定自若，他没有否认，
转过头问齐月，我们认识吗？齐月快要痛哭流涕了，我们见过一次，是我导师带着我见您的，您估计忘了，就是中秋节前，在研究院里的实验室。我有印象，有印象就好。谢老师，您啥时候回 B 市啊？我送您吧。不用，我陪我未婚妻回去。谢魏宣誓主权似的牵起了我的手，他笑得清浅，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有点欠揍，尾巴都快要摇到天上去了吧。齐月仿佛忘记了追求过我的事儿，立刻道，原来若真是您未婚妻啊，您俩真般配啊。谢老师您眼光就是好，不愧是我校10大青年才俊之首。众人像看中邪一样看着齐月，要知道齐月在学生时代可是风靡校园的高冷男神，现在他这态度，我都不想说他对谢魏真的有点舔。齐月从看到谢魏开始就各种嘘寒问暖，主动帮谢魏挡酒，还识趣地喊其他人都去别的地方说话，把甜品台那一块儿留给我俩2人世界。托齐月的福气，我才知道这个和我吵闹了小半年的邻居背后的真实身份。从小就把跳级当饭吃，14岁被 Top 大学破格录取，20岁博士毕业，26岁当上了副教授，过完年刚满28，眼见就要升博导。谢魏的父亲就是国内某家一流学府的校长，也是院士。那他妈妈呢？有人插嘴问。齐月嘘了一声，人家母亲来头大着呢，想知道啊？去看看每天的新闻啊。众人一阵惊呼。齐月摩拳擦掌，我在学校的时候都没跟谢老师搭上过话，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真是太幸运了。有了齐月这么个捧场的，姚之礼的表情别提有多难看了。林毅的态度180度大转变，笑意盈盈地凑过来说，早就看谢魏这气度不一般，之前都是开玩笑，要给他赔罪，他家长辈就在体制内，言语之间意思是多来往，以后帮衬着点。姚之礼不客气地拽着他离开，都不认识，凑什么近乎，也不嫌丢人。那有什么丢人的？这不就认识了吗？以后都是人脉。林毅瞪了他一眼，继续热络地和谢魏攀谈。姚之礼显然被他吃得死死的，没再说话，憋着闷气。酒足饭毕，我的面子是妥妥的被谢魏给挣回来了。临走时，一群同学都是缠着要谢魏名片，夸我好眼光的，但我哪儿都觉得别扭。齐月热情地说送我们回家，被谢魏以要和我出去逛街的理由拒绝了。出了门，我一言不发。谢魏本来摇着的尾巴耷拉下来，开着车，小声问，生气了没有？你说没有，肯定就是有了。谢魏问，气我之前不告诉你，还说我自己是无业游民，我放寒假了，当然就是没工作啊，我哪里敢生气？副教授来帮我演戏，我受宠若惊还来不及呢。就是什么？就是不太喜欢这种狐假虎威的感觉。我猜你还更想说一个别的词。谢魏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他这嘴里吐不出象牙。我怒瞪他一眼，你才狗呢。谢魏委屈，我又没说，是你自己说的。以我的直觉，你肯定心怀不轨。我紧紧盯着他的脸和身材看，悠悠开口，以你的身份和财力，肯定看不上我给你开的价钱吧？为什么要跟我回家？又为什么要故意等齐月过来？被你看出来了。谢魏说着，却丝毫不心虚。我又不傻，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今天这遭爽文剧情是谢魏安排好的。
为的估计就是帮我打脸。他听我说过今天聚会上有人最是嫌贫爱富，想好了要治一治他们，更何况为了认人，我还提前拿了我们班的合照给他看。在我给你看照片的时候，你就认出来照片里的人是你同事的学生了吧？毕竟谢卫只看一眼就能背出楼下超市 A4 纸一般的折扣信息，还在我面前狠狠炫耀过他这过目不忘的本领，让人又爱又恨。谢卫深深地叹了口气，还是被你发现了，语气无奈，但眼睛却是笑着的。我问他，你到底是什么目的？车开进了停车场，万籁俱寂，谢卫慢慢停下了车，那双清凌凌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神采。傅若真，真不知道你是没心肝还是没记性。他埋怨的嘟囔，忽然捧着我的脸，拧着眉头问，你真的不知道我是什么目的吗？我愣住了，然后一把扒开了他的衬衫，敞开的衣襟下是漂亮的如同大理石雕塑的胸肌，上面缀着一颗小小的黑痣。你居然真的是松下枫。谢卫下意识捂住胸口，像是被土匪霸占的良家妇女，手刚要挡住，又记起来什么似的，不挡了。看吧看吧，他冷哼一声，你不是喜欢看吗？那就看个够。他说着又要继续去解衬衫的扣子，白皙修长的手指，金属质地的扣子和隐隐若现的腹肌形状。松下枫就在我面前擦边的视觉冲击太震撼，我急忙拉住了他的手，停，先别脱。我大脑宕机，不是，你刚刚到底在说什么？你还跟我装糊涂？谢卫盯着我，像是要把我看出个洞来。1年前在怀俄明州，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说。我做了什么了？应该不是我的错觉。谢卫现在就像是被渣男抛弃了的小媳妇，委屈的好像下一秒就要来咬我了。可是小媳妇绝技不会有他这样宽的肩，压过来时带着阴影。我被他禁锢在副驾驶座位上，进退不得。你不会是想……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巧取豪夺的霸总小影片，兴奋、害怕，还有点期待。怎么回事？我只是想帮你记起来。谢卫瞪了我一眼，我开始忏悔自己的龌龊念头。在他字字泣血的控诉声中，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初到底做了什么孽。和姚之礼分手后，他还是像个幽魂一样缠着我。以前我年纪小，心软，信了他说是被父母逼着自己毫不知情，和隔壁校花也没关系的说辞，情侣做不成，好歹还做着朋友。后来姚之礼回了国，带了个新女友，被同样回国隔壁校花大闹，骂他脚踏2条船。这时我才彻底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和他分道扬镳。可姚之礼死皮赖颜，我拉黑他就再换个号，我换房子他也总能找到我的新住址，然后送上礼物，想和我复合。要不是我知道他还有正牌女友，就真要被他情书里深情款款的样子骗到了。于是那段时间的我为了躲他出国散心，我在怀俄明州滑雪、看月亮，在小酒馆里听歌，和异国帅哥插科打诨。我记得我经常去的那家酒馆，老板娘文住花臂，很热情，也很负责。有几次遇到来骚扰我的人，老板娘来帮我挡了酒。然后呢？谢卫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像是想从我嘴里知道点什么。然后我记不清了。你怎么能记不清呢？谢卫急了，但我茫然不知，问他到底怎么了。谢卫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蓦然凑近了。他极轻又极快的
在我唇上印下一个吻，带着葡萄果糖味道。青年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窗外的星光。现在呢，记起来了吗？没有。谢卫气得眼角都红了。我见不得帅哥难过，暂时忘记了这是个和我吵架从没输过的大帅哥，连忙哄他。我喝醉酒之后不记事的，就记得有一天是在我住的旅馆醒来，老板娘说她找人把我送来的，我就是把你送回去的那个人啊。谢卫泄气了，彻底明白我是什么都记不住了。于是在他的控诉下，我蛮不讲理见谁骂谁的醉鬼形象跃然纸上。你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渣男，不得好死，还在车上呢，就非要拉开车门，说要和我同归于尽。我坚决否认，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本来人家老板娘只是看中我人品，放心让我去送你，结果被你中途喊了警察，说我是拐卖你，要不是我带着证件，就要吃花生米了。这个，好不容易从警察局出来了，我把你带去旅店，却碰到了几个小混混，把我身上的钱都抢光了。听起来有点惨，我品评。然后呢？然后你撒着酒疯，把那几个小混混都打跑了。我瞪大眼睛，我竟不知道酒后的我那么厉害，难道是觉醒了武松潜能？他明明没喝酒，但耳垂有些红，声音也放慢了。你帮我的钱包丢给我，叉着腰，拉着我的手，说不用怕，有我在这儿呢。我都要爱上他描述里的自己了。我得意道，我以前可是学过散打的，但我更怀疑你是把那几个混混当成了你前男友，揍人的时候都在骂渣男。谢卫悠悠道，那不重要。然后呢？再然后呢？再然后你就真不记得了。我想起刚刚那个吻，捂着唇，你不会对我是那么乘人之危的人吗？我有点失望。谢卫忽然凑得更近了，近到我都能感觉到他呼吸间的热气。刚刚你好像有些失落，你看错了。他歪着头笑了笑，笑得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谢卫扣着我的头，来了个深吻，我被他吻得快要喘不过来气，好久才被放开。还没想起来吗？想起来了，许多记忆蓦然涌进了我的脑海。暧昧的灯光，空气中是异域的香氛味道。我压着彼时还是微长发的谢卫，用力在他唇上亲了一口，然后傻呵呵地笑。谢卫睁大眼睛，还没来得及发难，就被我撕开了上衣。你小心，我告你骚扰。谢卫想起我一个人打跑几个壮男的壮举，有些怀疑自己的贞洁是不是就要失在这里了，于是用力一推，把醉得晕乎乎的我推到了床上，然后我就抱住了他的大腿，开始嚎啕大哭，大骂起了遥之礼。我哭得太惨烈，谢卫只好蹲下身给我擦泪，没想到被我一个大力推倒在床上，开始扒他衣服。记忆太混乱，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我自己。在谢卫震惊的目光中，我在他胸膛的小痣上狠狠吧唧了一口，扬言盖戳了，往事不堪回首。我捂住了脸，才知道自己撒酒疯那么可怕。谢卫问，既然记起来了，那就来说说为什么我给你留了纸条，但你没给我打电话，回国后也没找我吧？什么纸条？我压在你枕头下面的纸条，我走得太匆忙，没看到。谢卫愣住了，我小声说，什么年代了，你直接在我手机上输你的号码，再拨过去不就行了？想间接炫耀自己一手好书法的某人开始沉默。回到家，
我爸妈还没回来，微信上有几条未读消息，是我妈发的。珍珍，今晚我和你爸去走亲戚，就留在你老家了，你和小谢自己做着吃吧，握手加油 JPG。 亲妈呀，这是加什么油啊？加油让某个在你们面前装的乖巧，其实是知名擦边主播的人赶紧把你家闺女就地正法了吗？谢魏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叔叔阿姨都知道给我们制造机会了，那你呢？我要干嘛？你夺了我的初吻，还盖了戳，你就不认了？你这人怎么翻脸不认账呢？等等，这话听着有点熟悉。谢魏半年前搬进我住的小区，第一天就以认识邻居的名义给我送了他手工做的小蛋糕。现在想起来他那些话，我才恍然大悟，他原来是在试探我到底还记不记得他。结果显而易见，我忘得彻彻底底。谢魏说的就是这句，你这人怎么翻脸不认账呢？我当时正为住遥知李烦心，摸不住头脑，张口就对，我怎么了？我俩认识吗？拜托，想搭讪找个别的理由好不好？长得挺好看，怎么净干些不入流的事儿？成功把谢魏气得把蛋糕扔进了垃圾桶。于是我和谢魏的梁子彻底结下，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看住谢魏必须得给个名分的态度，我还真有点心虚。你这不都见过我爸妈了吗？这就算了。当然，那我是你未婚夫了吗？进展太快，我有点晕乎乎。这个还是等我爸妈来了再说吧。又想不认账，晚了。谢魏举起我的手，直根的蓝宝石戒指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这是我家传家宝，只传给儿媳的，你戴了，就是答应我了。原来他早有准备。看住他那张格外好看的脸蛋和格外优秀的身材，我咽了下口水。我答应你了，但前提还有个要求。什么要求？谢魏眼睛亮了，给我摸摸腹肌呗。天知道，我想摸松下峰的腹肌已经很久了。很久之后，在我摸腹肌已经摸到手感娴熟，无师自通的时候，我还是没忍住问，那你怎么想起来拍擦边视频的啊？小丽说，你喜欢看，居然有内线告密。小丽是我以前的合租室友，有段时间和谢魏关系特好，我还经常见谢魏送她礼物。当时我还以为谢魏对小丽有意思，看不惯小丽就这么被我的死对头拐走。于是我语重心长地跟他说，这男的虽然长得好看，但是说话爱阴阳怪气，和他生活的憋一肚子气。小丽眼神奇怪，说谢魏其实对我有意思，被我当成笑话，哈哈笑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谢魏10句话，有9句话都在阴阳我记性差，气得我好久都不跟他搭腔。灵光一闪，我问，你吹笛子不会也是因为我吧？不然呢？谢魏哼了一声，你有段时间不是天天都听笛子的纯音乐吗？我听的是音乐，不是噪声，我吹的不是噪声。谢魏炸毛，那你说说，你为什么喜欢看擦边男？秉持着只能看我擦不能看别人擦的精神，他只能苦学擦边套路，还得恶补怎么避过审核的知识，太难了好吗？比竞赛都难。我给自己找补，那我单纯是为了欣赏那些年轻美好的肉体，多么有朝气，多么有活力啊！我这是低成本获得情绪价值。那现在呢？谢魏把我的手放在了他身上，我习惯性的开摸，嘿嘿嘿，现在嘛，是高成本地获取情绪价值。别说了，每次摸完的代价都挺累的。谢魏也确实不愧是天才，做哪方面都优秀，
擦边都擦得无师自通。他的视频都是点到为止，勾人又不过度，每次一到关键时刻就拉灯。最离谱的是，我才知道那些临近关键位置的视频都是谢魏设置权限指给我看的。谢魏躺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划过我发过的评论，然后慢悠悠地念出来。天杀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我老公。退一万步来讲，难道你就不能莫名其妙和我亲个嘴吗？真想把我老板公司卖了养你。老公，保守了，再多拖一件。网上说骚话可以，但现实中公开处刑简直让人脚趾抠地。我都不知道这小子把我 ID 记得清清楚楚，还保存了我每一条给他发的评论。怎么，之前叫我老公叫得起劲，现在又不叫了？之前是之前，现在是现在。我连忙捂住了谢魏的嘴，他却顺势轻轻舔了我手心一口，有点麻，痒痒的。我靠，你在哪儿学的啊？网上啊，不许再学了。半年后，松下枫的主页介绍又变了，已有家室，视频随缘更新。粉丝们纷纷哀叹好男人都有主了，但评论区骚话依旧不绝。为了造福广大姐妹，我勒令谢魏不能一达到目的就忘本，要恪尽职守，当好网络男菩萨。于是视频虽然更新频率慢了些，但依旧没断，只是主播身上时不时出现一些痕迹，更添色气，还被其他主播私信取经问是用什么化妆手法怎么画的。这背后最大的功臣，我深藏功与名，坚定发誓再也不配合谢魏拍视频了。他这一身肌肉练得太硬了，费牙